I've missed music. They checked the radio to make sure there was no transmitter in it. I'm sure they did. Shostakovich. It's a very great artist, Shostakovich. 在冷战最紧绷的年代，两个站在敌对阵营的人，一个是美国律师，一个是苏联间谍，在监狱里安静地坐着，听着收音机播放的一段钢琴协奏曲。那段音乐并不激昂，也没有任何政治口号，它只是静静地流动着，带着一点沉思，也带着一点温柔。然而，你知道为什么在一部讲冷战、讲间谍的电影里，在一间监狱牢房中，放的不是尖锐阴沉、充满政治象征的苏联音乐，反而是一首写给儿子生日的钢琴协奏曲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。今天想带大家一起切入《间谍桥》情感深处的一部音乐作品——肖斯塔科维契 F 大调第2钢琴协奏曲。Bridge of Spies 是史蒂芬·史皮伯2015年的作品，也是他少数以冷战为主题的历史电影之一。这部片改编自真实事件，故事不是只停留在1957年 Abel 在纽约被捕与受审，而是一路延伸到1960年 U2 事件，最后走向1962年的间谍交换。故事主角是布鲁克林保险律师詹姆士·唐纳文。当美国政府逮捕苏联间谍 Rudolf Abel 之后，唐纳文被要求为他辩护。这是一件在政治上极度敏感，也几乎注定不受欢迎的任务。但唐纳文坚持一个非常简单却也非常困难的原则，即使是敌人也应该得到公平的审判。正是这样的信念，最后让他被美国政府秘密派往柏林，进行冷战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间谍交换谈判之一。这场交换的背景也正是冷战最具象征性的局面之一。1960年，美国 U2 侦察机飞行员 Francis Gary Powers在苏联领空遭击落并被俘。之后，美苏双方开始寻求交换的可能，而唐纳文也因此被派往柏林进行协商。最终 ，Rudolf Abel 与 Gary Powers 的交换发生在柏林的格林尼克桥。另一位被东德拘留的美国学生 Frederick Pryor 则是在同一时间于 Checkpoint Charlie 获释。格林尼克桥也因此成为冷战时期著名的间谍桥。这部电影在第88届奥斯卡获得6项提名，男演员 Mark Rylance 也凭借 Rudolf Abel 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。幕后还有一个小插曲，长期与史皮伯导演合作的作曲家约翰·威廉斯原本负责本片配乐，但因医疗因素退出，最后改由汤马士·纽曼接手。导演回忆道，由于约翰·威廉斯当时必须装设心率调节器，医师要求他7周内暂停所有音乐活动，因此导演只能找寻别人配乐。虽然是备选，但是汤马士·纽曼接手后，替电影制作精湛内敛的配乐，更以本片入围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。汤马士·纽曼为电影写下了一套非常克制、低调，却带着心理张力的配乐。和很多冷战电影不同，间谍桥的音乐没有过度渲染敌对情绪，而是更强调人性与内心的矛盾。而在这样的音乐设计中，导演史皮伯与配乐家纽曼做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决定，
在电影中加入一段既有音乐，肖斯塔科维契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。虽然这首音乐出现的简短，但却为故事背景添加了浓厚的叙事色彩。肖斯塔科维契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在众多俄国音乐作品中被选上呢？在细探这部作品前，让我们先了解电影配乐的2大音乐类种：原创音乐和非原创音乐。在我2023年出的电影配乐书《越来越爱电影配乐》里，我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非原创音乐。从配乐家的角度来看，电影音乐大致可以分成2大类：原创音乐，也就是 original music， 和非原创音乐，也就是 non-original music。顾名思义，原创音乐是配乐家特别为这部电影所写的，而非原创音乐则是电影采用了原本就已经存在的音乐。那么，为什么电影里要用非原创音乐呢？全部都交给配乐家来写，不是更完整吗？最简单的答案是，如果你要用2小时讲完一个人很长的一生，非原创音乐常常是最快的方法。像《阿甘正传》或班哲明的《异想旅程》这类横跨多年、跨时代的叙事，只要一放对音乐，观众立刻就能被定位到某个年代、某种文化气氛里，既提升了观影的娱乐性，也更清楚交代了人物所处的时空背景。如果某部电影的派对场景里，爵士乐团正在演奏 Cheek to Cheek， 那这首 Cheek to Cheek 就是非原创音乐，因为它早在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而且光听到这首经典爵士乐，你大概就能猜到，这部电影不是发生在20到40年代，也很可能是在回忆一个过去的怀旧场景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在电影里听到 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or White， 或者罗大佑的恋曲1990，那我们大概也能推测这部电影正在描述或者回忆起90年代。而非原创音乐也常常会是既有音乐，也就是 source music 的一种。那什么叫做既有音乐呢？如果从音乐和剧情的关系来看，电影音乐又可以分成 score music 和 source music。score 是乐谱的意思，而 score music 通常是观众听得到却找不到声音来源的音乐，它是为了烘托、强化剧情效果而存在，所以大多数情况下，也就是配乐家特别为电影所写的原创配乐。Source 在英文里是源头或来源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这种音乐在电影世界里是找得到来源的。它可能来自一台收音机、一个乐队、一位歌手，或者一位音乐家。在《间谍桥》电影开头的一个场景中，唐纳文带了一台收音机进入 Abel 的监狱牢房，两人一起收听肖斯塔科维契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。这里出现的是第2号钢琴协奏曲的其中一段慢板乐章。在这场戏里，它属于既有音乐 source music， 同时也属于非原创音乐 non-original music。I've missed music. They checked the radio to make sure there was no transmitter in it. I'm sure they did. Shostakovich. He's a very great artist, Shostakovich. 更精妙的是，他们听的不是肖斯塔科维契那些棱角强烈、充满压迫感与爆发力的交响作品，而是第2号钢琴协奏曲中的慢板乐章 Andante。 这首协奏曲完成于1957年，而电影前段 Abel 被捕与受审的情节，也正落在1950年代后期的冷战背景之中。
听我讲这么多，真的不如你亲身感受。Sherry 诚心推荐一档今年6月全台独家的音乐盛事，不用出国就能亲临的世界级现场。6月中，拉哈夫沙尼将率领鹿特丹爱乐第3度来到高雄卫武营，带来3场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会。而6月13日，他更会亲自指挥和弹奏肖斯塔科维契的第2号钢琴协奏曲。而 Sherry 的粉丝又有福了，只要结账输入 Sherry85 就可享有85折。购票连结在资讯栏，我们到时见哟。如果要在20世纪的作曲家中找一位最能代表艺术与政治之间张力的人，肖斯塔科维契大概是最典型的一位。生于1906年的圣彼得堡，肖斯塔科维契10几岁便以钢琴家与作曲家的身份崭露头角。他的第1号交响曲在19岁时完成，一推出就震惊欧洲乐坛。然而，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几乎都在苏联政权之下度过。在史达林统治时期，肖斯塔科维契曾2度在官方报纸《真理报》上被公开批判，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36年。1936年，《真理报》刊出《Model Instead of Music》，严厉批判他的歌剧《母亲斯克的马克白夫人》。1948年，他又在反形式主义运动中再度遭到官方整肃。这种长期在政治高压下创作的处境，也深刻塑造了他音乐中常见的讽刺、悲剧感、张力与双重语言。但即使长期生活在政治恐惧之中，肖斯塔科维契仍然写出了15部交响曲与15首弦乐4重奏，留下20世纪最深刻的一批音乐作品。也因此，他的音乐常常同时具有2种层次，表面上遵循体制的要求，深层却带着讽刺、悲剧与隐晦的抗议。20世纪中叶的苏联是一个高度控制文化与思想的社会，艺术家不只是创作者，同时也是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。肖斯塔科维契经常代表的是苏联时代最具高度的文化形象，但对更熟悉他生平的人来说，他同时也象征了一个艺术家如何在强大体制之下，既要活下去，又要维持自己的内在声音。也正因为这种双重性，他的音乐放进间谍桥里，不会只是这是苏联音乐那么简单，而是整个冷战精神气候的缩影，有教养，有克制，有形式，但底下始终有压力，有隐忍，也有不说破的恐惧。F 大调第2号钢琴协奏曲，作品102号，是肖斯塔科维契在1957年写给儿子 Maxim 的作品。Maxim 当时19岁，这首曲子不只是生日礼物，也和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出有直接关联。也正因如此，这首作品和肖斯塔科维契许多更沉重、尖锐、充满历史阴影的作品相比，显得格外明亮、轻盈，甚至带着难得的欢快与亲密感。第2号钢琴协奏曲首演于1957年5月10日，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举行，由 Maxim 担任钢琴独奏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协奏。他虽然出自一位在20世纪政治阴影下求生的作曲家之手，却不是控诉性的作品，而更像是肖斯塔科维契短暂回到家庭、回到青春、回到父子之情的一封音乐家书。有意思的是，肖斯塔科维契本人对这首作品的艺术评价其实不算特别高。他曾向友人表示，这首曲子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艺术野心。然而，听众与乐坛对他的接受度却很高，因为他虽然不以精湛取胜，却有一种非常真诚、自然、没有防备的可爱。也正因如此，第2号钢琴协奏曲后来反而成了肖斯塔科维契最常被喜爱，也最容易走进人心的作品之一。肖斯塔科维契许多作品都充满戏剧性与政治隐喻，
但这首第2号钢琴协奏曲却意外的温柔，甚至带着一点童真。在一个关于间谍、审判与国家对立的故事里，这样一段安静而沉思的音乐，反而凸显出人物之间非常微妙的人性。Abel 并不是典型的电影反派，他沉着、克制，甚至带着一点哲学式的冷静。当唐纳文与他坐在牢房里一起听音乐时，两个原本属于敌对阵营的人暂时放下了政治身份，只剩下2个安静听音乐的人。He's a very great artist, Shostakovich. 为什么在一部讲冷战、讲间谍的电影里，在一间监狱牢房中放的不是尖锐阴沉、充满政治象征的苏联音乐，反而是一首写给儿子生日的钢琴协奏曲呢？答案也许正是因为《间谍桥》真正想谈的从来不只是冷战本身。它表面上是一部间谍电影，讲的是国家、制度、交换、谈判与敌我对立。但更深一层，它其实是在问，当一个人被贴上敌人的标签之后，我们还能不能看见他作为一个人的样子呢？因为那一刻 Rudolf Abel 不再只是苏联间谍，他先成了一个会听音乐、懂得沉默，也懂得分寸的人。而唐纳文也不只是替国家执行任务的美国律师，他同样是一个愿意把一台收音机带进牢房，愿意和对方共享片刻安静的人。电影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选了一首很像冷战的音乐，而是他选了一首让冷战显得更悲凉，也让人性显得更温暖的音乐。而这就是《间谍桥》里肖斯塔科维契最动人的地方，你说是吗？